觉睡了2000年。梦里你问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啥不焚阴玉书，万里长城为啥不修9000里而是10000里？而秦始皇听到你的话也懵了，他看着你这个凭空出现的人，眉头紧蹙，威严地问道：“你是什么人？”你双手抱拳，晚辈陈封来自未来2000年后，代表华夏后世前来拜见始皇帝。因为在后世那个流量之上戏子为王的时代，许多华夏人都开始崇洋媚外。为了扬古晋文化区内外协逢，央妈特意推出一档特别节目与先贤对话，而负责主持这节目的你，在全国观众的见证下，利用时光机穿越历史。而你第一个对话的人，便是创立大秦帝国、开创华夏盛世、修筑万里长城的一代始皇嬴政。听完你的解释，又发现侍卫们听到这样的动静毫无反应，有些相信你的话。你说你来自2000年后，那你告诉朕，朕能否长生？朕的大秦是否存在千世万世？是否万世不衰？你若是都能答出，朕便信你一次。这2个问题你早有预料。此刻嬴政已经40多岁，这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不仅沉迷于炼丹之术，甚至派徐福出海求取长生不老药。而这2问只不过确定自己是否成功。你直言道：“始皇并未长生，且命不久矣。”听到这话，嬴政眼神黯淡些许，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答案。那朕的大秦呢？是千世还是万世？嬴政抬头十分自信地问道。他坚信等自己千秋万岁之后，还有扶苏继承大统，加上蒙恬的支持，以他们的名望和才能，定能将这个帝国延续下去。然而你悠悠一吐，始皇死后胡亥继位，大秦帝国仅存2世。胡说！朕分明立的是扶苏，庶子竟敢咒我大秦！始皇勃然大怒，一剑朝你头顶劈下，吓得在看直播的观众把手机都甩到了一边。完蛋完蛋，始皇帝要杀人了！这个演员不会入戏太深，真的要杀了陈峰吧？但这剑落下却猛然落空，如同劈在了虚影上。嬴政剑眉紧蹙，这才意识到你真没有说谎。看来朕确实伤不了你，你期待后事而来，想必有事要说。但在你说之前，朕要先问你一些问题。你抱拳行礼，晚辈谨听之。朕明明传位的是扶苏，为何是胡亥继位？嬴政居高临下，莫非是边关出了战事，扶苏死于匈奴之手？这是嬴政可以接受的扶苏死法。作为嬴姓后裔，为国战死不失荣光。你苦笑道：“回始皇，公子扶苏并非死于异族手里，而是被胡亥害死。”秦始皇质疑：“胡亥？他怎敢？就算是胡亥继位，我朝文有李斯未辽，武有蒙恬章邯，就算这庶子再不争气，有他们辅佐也不至于20而亡。以大秦的制度，除非昏君奸臣同时出现，否则绝不可能败亡。莫非你在骗朕？”你正色道：“始皇，自您死后，昏君和奸臣确实同时出现。您身死之后，赵高撺掇李斯和公子胡亥一起矫诏，让公子胡亥登基成为了秦2世。胡亥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矫诏让公子扶苏自尽，并灭了蒙氏一族。从此边关压力剧增，各地反秦势力爆发，大秦陷入内忧外患之局。你指着木板上挂着的大秦地图继续道：“您死后，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使得起义烽火蔓延，反秦斗争由旧楚贵族向你，大秦下级官吏刘邦分别领导，西入阳关，最终覆灭秦帝国。”嬴政神色凝重地看着你手指的地方，陷入沉思。区区蝼蚁，既如此，朕灭了他们便是。既来自后世，岸上有酒，汝可与朕共饮之。你微微一笑，料到了始皇心中想法。看来这位皇帝有很多想问的事情，但是又怕自己藏私，所以想借酒灌自己。你举起秦尊，看向始皇，晚辈敬始皇一杯。感谢始皇，感谢朕。嬴政颇为好奇地看向你，何谢之有？感谢始皇使我华夏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感谢始皇甘愿背负万世暴君之名，为华夏筑长城而守藩篱，护华夏千秋万世。感谢始皇一统6国，使我华夏宁一，从此拳头一致，对外自强不息。哐当一声，嬴政的酒樽突然掉落在了地上。你抬头看去，嬴政的手正颤抖着，他猛然转过身去，背对着你喃喃道：“后世之朕，后世之朕啊！朕且问你，华夏后世当真如此评价朕之功过？也不全是。”你淡然喝了一口酒，还有什么？嬴政焦急问道。始皇帝暴虐无常，苛政猛如虎，只顾修水利修长城，不顾民生，焚书坑儒为千古暴君。始皇帝无德之君，不应见嗣。你字字诛心，字字戳着始皇帝备受争议的要害。嬴政面露失望，呵呵一笑，看来后世也不明白朕的用意。看来即便到了后世，也不乏目光短浅之人。他们真的应该亲自到长城边去看一看。若是没有长城，中原会陷入怎样的境地？朕可以远在咸阳，匈奴这些游牧民族就算进攻中原，顶多也就抢点东西，对朕的地位造不成任何威胁。朕完全可以不修长城，不兴土木，任匈奴人打进来，反正不过是些游牧民族，顶多劫掠完边民就走。可是啊，边境的子民也是人啊，朕不修长城，边境的子民就会不得安宁。嬴政指着案几上的秦国边境线说道：“这里都有我大秦的无数子民，为了他们，莫说是千秋骂名，哪怕是万古谩骂，朕也担当。”嬴政释然一笑：“也罢，这世间无人之朕。”你默默看着始皇嬴政，然而在后世看来，始皇之功远远大于过错。当真？有些萎靡不振的始皇帝眼神之中冒出金光。当真？你铿锵道。在晚辈看来，始皇嬴政一生虽然暴虐，但那不过是万米白纸中的一粒黑点，不足为斗。人们都说您是暴君，可在位37年，您从未妄杀过一位将军大臣。荆轲刺秦时，您虽然怒火万丈，可秦军攻占燕国之时，却没有屠过一座城池。都说您暴虐无常，杀伐无度，可即使淳于越在宴会上说您江山不能长久，也依然没有被加害。你朗声说着自己心目中的始皇。都说您苛政猛如虎，可却允许犯人在农忙时放假40天，帮助百姓农桑，制定了世界上最早保护人犯权利的法律。您一统6国，却从未加害过一个王公大臣，可自己却被6国贵族一灭3族。后世之所以对始皇的记载多过而少功，不过是因为始皇帝推崇的是依法治国，引得儒生不满罢了。若是大秦没有20而亡，就不会有那么多儒生为了讨好新朝
而不断贬低始皇。若是大秦没有20而亡，即便是儒生也不敢如此以瑕掩瑜，甚至还会改变对始皇的态度。因此晚辈认为始皇乃世界千古第一帝，您的一生功大于过，且过指当时，功垂万古。你这一番话，正站在始皇帝和每一个观看了这场直播的人心上。好一个过指当时，功垂万古！我一直坚信，若把后世任何一个皇帝放在大秦，都不会比他做得更优秀。这样一个帝星生在秦时，就是为了一统华夏而来。嬴政听完，身体一颤，激动上前道：“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你拱手道：“这是后世14万人的想法。”嬴政畅快大笑，笑出了泪花。14万人，我华夏后世竟有14万人，如此朕心甚慰。朕很久没有这么痛快了。今日你我会当痛你。陈峰，朕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答。晚辈必答。后世2000年中，可有能让朕侧目一观的皇帝？后世14万人，可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华夏后世强盛否？可还有外族胆敢欺凌我华夏儿郎？你先答此3问，剩下的等朕想到再问你。你笑着说道：“始皇这第一问是想要与晚辈煮酒论英雄。”没错，朕要与你论尽后世群英。你清尝美酒，笑言道：“既如此，那晚辈略举后世皇帝之事，由始皇判断如何？”好，甚好。嬴政咳嗽了2声，你想了想，后世有一人名叫朱元璋，他出身贫寒，开局一个碗，却掀翻了在元人统治下的华夏政权，最终建立了华夏史上最充满骨气的一个朝代——大明。在这个朝代，朝廷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守我华夏气节270余年。不过这位皇帝登基之后，杀尽功臣，跟随他打天下的文臣武将都极少有好下场，唯独爱民如子。嬴政听得入神，出身贫寒却能够光复华夏河山，不割地赔款和亲，光是此3项，朕觉得岂可称为英雄？若能轮回一世，朕愿与此人同时代。只是杀功臣这类过河拆桥的手段，朕极为不耻，算不得千古一帝。嬴政兴起，拿起酒杯豪言：“来，陈峰，陪朕再喝几杯。陛下不宜再喝了。”你提醒道：“朕心中有数，此时若不畅饮，待再过几个时辰便喝不了这好酒了。”嬴政目光灼灼地盯着你，那眼神分明早已知晓一切，也知道你为什么穿越到这个时间点。哈哈哈！陈峰莫要藏私，快告诉朕下一个值得一说的皇帝，朕要多知道些华夏后世的事情，这很重要。你没有多想继续的。后世还有一帝名为刘彻，他南吞百越，西征大渊，北破匈奴，连通西域，为后世扫除隐患，是华夏第一个对外开疆扩土的皇帝。他所统治的汉朝国土面积达到了秦朝的2倍，他让华夏从此与异族之间攻守一行。嬴政微微一怔，尤其是当他听到北破匈奴的时候，激动之情喜形于色。好一个和异族之间攻守一行！华夏后世有此帝皇，岂能不强？此人可为英雄。嬴政长舒一口气，似乎是做下了某种决定。若是华夏后世如此之强，朕便也认了秦灭朕命。你终于明白了始皇帝为什么说后世有多少英雄很重要。以眼前这位皇帝的文韬武略，不难猜出，若是自己改变历史的话，会给后世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他才会问华夏后世到底有多少英雄。他想要以此判断是改变历史好，还是不改变好。现在看来，这位皇帝已经做下了决定，不用多言，今日且与朕一醉方休。陈峰，现在你可以回答朕第2个问题了。我华夏后世14万人，可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放下酒杯，坦言道。晚辈的回答是会。什么会？嬴政突然暴起，直播间的观众们全都呆愣了住。陈峰到底在想什么？这问题怎么可以这样答呢？现在哪里还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存在？这就是在玷污我们华夏后世。直播间里涌入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只不过弹幕里充满质疑、嘲讽和谩骂。你并不知道自己的话在当代引起了轩然大波。看着激动无比的始皇帝，你继续说道：华夏人数虽多，但并非人人都能有肉吃，人人都能有好衣服穿。告诉朕后世为何如此？始皇帝的眉头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紧皱着。始皇可愿与我一观后世？嬴政严肃地点了点头。你大手一挥，平台宫中忽然泛起了层层涟漪，如同一面时空之镜，呈现出了后世2000年的画面。嬴政双目直勾勾地盯着这神奇的一幕。偏远的山区正在下着雨，数不清的孩子住在破砖烂瓦堆里，他们穿着破烂的衣衫，不断地在漏水的泥土房下匆匆放着各种接水的木盆。要是不接的话，这些雨水就会将他们家的泥土地淋湿，会淋湿他们的床，让他们连个觉都睡不好。他们中生活好点的勉强还有个父亲或母亲会去耕种养活他们，让他们小小的年纪最起码不用为了吃饭愁。生活差点的还要照顾躺在床上残疾的亲人。我华夏后世怎会如此之苦？嬴政颤声道：华夏后世历经数年风雨，仍在复兴之路，众生皆有苦，然后世人民皆在自强，皆在互帮互助。你伸出食指虚点画面，画面中的时空仿佛被快进一般，那些贫困孩子的家中出现了一群人。小雅，这些钱是山外的叔叔阿姨募捐给你爸爸治残疾，还有给你生活的，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村里哥哥，但凡在这里一天就不会让你无依无靠。一个青年背着包，包里装着沉甸甸的钱，身上皆是泥泞，却不见包上有一滴雨水。这是一个在边远山村做村官的青年，他怀着满腔热血响应华夏扶贫事业，自愿请命到大山中，决心要带领村民走出贫困。华夏后世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这样优秀的青年，将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脱贫事业，才给无数贫苦中的百姓带去生机。你话音落下，画面再次一转，出现了高楼大厦，各个小区、各个学校中都设置了捐赠箱，许多居民和学生都把自己不穿或刻意买的东西放到了这个箱子中。这些捐赠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也都有苦恼，但仍会为了苦难中的人们献一份力。他们明明自己也会过得不如意，却依然见不得人间疾苦。除此之外，华夏还有一群人主动选择了苦。画面再次一切，当看到高山雪原荒原，听到一声声嘹亮的歌声响起时，始皇嬴政还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给他看这些场景。可是直播间的观众们全都心绪紧绷，不能自持。那是军人，那是我们华夏的边防军人，边远山区的孩子，边境地区的军人，这就是陈
陈峰为什么说华夏还有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原因吗？确实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感受不到他们的苦难，但不代表我们好就全华夏都好了。边境地区的军人即便穿着军装，在雪原上也会冷，在荒原里也会热，在边境里也会吃不饱饭。伴着军歌一个个队列严整的华夏之军正在各处巡逻。始皇嬴政眯起眼睛，似乎猜出了这些人的身份，看着画面中的人坚毅无比的眼色，那些被冻或被太阳晒得干裂的脸庞，始皇帝站了起来，面露凝重。这是我华夏后世之军，没错，这就是华夏后世的军人，他们守护的是华夏的边境线，没有界碑的地方，他们的身影就是界碑。你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平台宫中也响起了那一阵阵响彻云霄的歌声。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山河。声声壮歌通过这画面跨越时空传进了始皇帝耳畔。画面上出现了军人在雪地里吃东西，水不够时就烤雪的场景，他们冻得开裂的手捧着一盒自热小火锅，时而高歌时而津津有味的吃着，目光时不时四处张望凝视，如狼守卫自己的领地。他们就吃这点食物，虽然好奇那东西为什么会自己加热，但嬴政还是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分量。是的，那是常人都尚且吃不饱的分量，可跋山涉雪的他们经常都会这样吃。在晚辈看来，这些守卫华夏的每一个军人也是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团体，他们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做着非凡的事情，理应得到后辈尊敬。始皇嬴政拽紧酒杯赞叹道：没错，他们都是我华夏的好儿郎，朕为华夏后世有那些扶贫之义士和捍卫华夏之军事为荣，后世之人无愧为大秦之后裔。直播间里18000多万的观众下意识骄傲地挺起胸膛。始皇，我们也为是大秦后裔而骄傲。看着直播间中的那些军人，在场的退伍老兵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牵引他们一样起身，和画面中的军人一同高歌起来。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画面一切，一个客厅里扎着小马尾的可爱女孩，看着正在整理旧衣服的妈妈焦急道：妈妈，那些旧衣服不要丢，这些衣服你都穿不上了，留着没用呢。小女孩的妈妈笑着回道：我穿不上，但是好多贫困地区很多衣服破旧的姐姐妹妹可以穿呀。妈妈，以后我的旧衣服都往小区的捐赠箱里放好不好？女孩妈妈有些吃惊地摸了摸女儿的头。好，妈妈听小心的，那等你看完直播，妈妈带你一起去。好的，谢谢妈妈。类似的一幕此时正在华夏的各地出现。画面之中你继续道：晚辈现在答始皇第三问。始皇问我华夏后世强胜否？可还有外族胆敢欺凌我华夏儿郎？晚辈对前者的回答是强，但还不够强。晚辈对后者的回答是华夏自晚辈这一代起，再无外族敢欺凌我华夏儿女，因为如今的华夏对外的态度只有一个。什么态度？始皇帝翘首问道。你依然答曰：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嬴政拍而起挥袖叹道：好一个虽远必诛，朕就喜欢这样的后世，就喜欢这样的华夏。陈峰朕在问你，你说华夏强但还不够强是何意？你起身正色道：华夏之强，强在少年。如今我华夏之少年正如冉生之阳，他们各有理想，敢为理想争，仅10几岁的儿女便能在世界级的竞赛上获得第一，为我华夏扬眉吐气。你心念一动，二人眼前的画面再次变化，那是华夏健儿在国际赛场上锋芒毕露的画面。嬴政眉头微微一皱，画面上出现了很多他未曾见过的族群，看来世界之大远超自己的想象，但他认得出谁是华夏儿女。好，此人真乃神箭手，此人速度之快可称非人也。这位很少喜形于色的威严帝皇嬴政，此时竟露出了宛如长辈般的温和笑意。画面之中又出现在各个教室里朗声读书的少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朗朗书声，铿锵少年，一字一句皆直击在始皇帝心中。他们不愧为华夏之少年。陈峰，你快告诉朕，华夏之强还强在哪？华夏之强，强在青年。你果断答道。如今我华夏青年正承前启后，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兢兢业业为国为家不负栽培。在华夏的各大领域上，总有一群青年投身新时代学习进步，为实现理想安家置业而努力。虽大多平凡，却常怀热忱。此时此刻，除了无数正在奋进的青年之外，还有很多从其他国家归来的学子，带着他们得以深造的知识和技术回到华夏，投身华夏强国之梦。你大手一挥，画面再次变化。始皇，我们都是大秦的后裔，从外域学成归来报效华夏。这些留学生知道直播间是有声音的，所以干脆直接隔空喊话始皇嬴政。航城国际机场中，一个高高大大的青年组织着留学生在空旷处排成了一个100人方阵。我们华夏儿女今天回家了，这是我们归来学子，唱给始皇，唱给先辈，唱给祖国的一首歌。那高大青年眼眶泛红，面对方阵高扬起手，只听得一阵阵震战古今的嘹亮歌声响起。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平台宫中，你和始皇侧耳倾听，亿万观众为之肃然起敬。一曲中国心，让我亿万中华情。华夏留学生在各大机场齐唱我的中国心这一幕，被他们带来华夏发展的外国尖子生们自发录了下来，并发在了他们的脸书上。我才刚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就已经深深爱上了他，爱上了他和他的儿女。他们在脸书上用自己国家的文字表达着这样的心情。一段段视频在国外的各大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发酵。画面之中，平台宫里嬴政拿起2个爵杯，亲自递给你一个。好样的，我华夏后世当真是好样的。嬴政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话来描述自己此刻的心情。后世有我华夏之少年青年，朕心无忧。来，与朕一醉方休。嬴政举杯，你举杯与其相碰，郑重道：始皇，晚辈待后世敬您。若无您，则无我华夏千年之一统。你和嬴政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陈峰，你现在可以跟朕说说，华夏后世为何还不够强了？你微微一笑，并没有被始皇带偏节奏，而是回道：始皇莫急，华夏之强还有2点。还有，嬴政彻底被你惊喜到了，快说给朕听听。华夏之强还强在中年和老一辈，始皇何不看看我华夏中年和老一辈之强？以下引用原文明，陈峰就是江毅，朕要看。嬴政紧拽爵杯，接连说道：
江毅心念一动，画面出现变换，画面之中出现了一个谈判桌，谈判桌旁竖着两面旗帜，一面华夏红，一面米国兴。你们没有资格在华夏的面前说，从实力地位上角度上同华夏讲话。20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资格，现在以后更没有。这是我华夏与当时霸权国的交锋。江毅为嬴政也为直播间的观众们介绍道，经历华夏后世长达数十年的民族复兴，华夏已经在世界面前昂首挺胸，这是我们老一辈用鲜血换来的尊严和底气，现由我们华夏的中年捍卫并发扬光大。华夏的老一辈历经过最艰难的战争岁月，他们在那个年代护住了我们华夏的文明星火，是我们华夏后世的铜墙铁壁。没有我们华夏这一辈的老年，就没有华夏今日之少年。江毅右手强势一挥，画面一转，一个老人手持木棍向前一刺，霸气凛然道：杀杀杀！声声充满杀气的呐喊充斥在每一个人耳畔。平台宫中，嬴政正色凝视，江毅站如标枪，庄严敬礼。直播间里无数的观众肃然起敬，学着江毅同敬军礼。感谢老一辈，感谢先辈。若是没有老一辈当年拿命去拼，现在的我们还能在这安心看着直播吗？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们后世当永远铭记着一辈的他们。真想去看望一下兵爷爷，要是可以给他们带点吃的就好了。观众们心头冒出了这样的想法。有看到直播间这一幕的学校校长已经快速安排，陈主任，下周的教导任务务必安排上2件事。什么事？刘笑肚子胖乎乎的教导主任好奇地问道。身旁他老婆有些不悦，迅速拿出自己的手机继续看起了典藏华夏。陈主任耳朵虽然在听，但眼神时刻盯在自己老婆的手机上。安排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去烈士碑纪念，还有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一位老一辈的军人来学校给我们的学生讲讲故事，当然必须以前辈的身体和意愿为第一位，绝不可强求。好的，请刘校放心。陈主任当即重视起来。刘校不知道的是，和他有一样想法的校长全部已经在行动了，他们都想让华夏的少年青年可以传承老一辈的风骨。现在中年仍是华夏的主心骨，他们承前启后，为先辈继往开来，为后世开天辟地。江毅在嬴政面前慨然道：在晚辈看来，我华夏之强，强在4点。强在我华夏之少年有壮志，青年有理想，中年有抱负，老辈有所容。老辈何容？嬴政有些不解。直播间的亿万观众也好奇地竖起耳朵，眼神迷惑。前3点他们都可以理解，但第4点是什么意思？江毅走在嬴政面前，漫步在大殿之中，斩钉截铁道：容我华夏之少年强。好，妈的，激动的我把床都拆了。江神这个回答真是绝了，可不就是容我华夏之少年强吗？少年强则国强，则不辱先辈啊。江神，请收下我的膝盖，不要问我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得了高血压，是典藏华夏和江神带给我的。观众们气血上涌，血压飙升，恨不得手提3尺剑砍点东西发泄下胸中热血。国台大厦中，秦汉明老爷子的呼吸声越来越沉重，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沈万荣还没来得及从激动中走出，当场吓得大汗淋漓。秦老爷子，爷爷！秦晶晶赶紧掏出速效救心丸，给秦老爷子喂了下去。见秦老爷子状态平稳了些，沈万荣重重地松了口气。江毅，你小子别再搞这么热血的东西了，你可知道你差点让一个国宝级人物因为你激动而死啊？之前是被刘局吓，现在是被秦老爷子吓，你可知道台长我只是看起来贱了，可经不起3番5次的惊吓。沈万荣一脸生无可恋，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在华夏各地，有无数的老人都和秦汉明面临着同样的局面。老人们的子女都暗暗发誓，以后绝对不能让老人家独自看典藏华夏，看的话一定要备上药才行。好节目，真的是好节目！无数的老人激动不已地流下热泪。一个参加过战争、失去双腿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全身颤巍巍道：现在社会好多人都嫌弃我们老了，觉得我们没有用了。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在那个战争时代，就是无数个他们眼中的老人顶着战火，在夹缝中把他们还只是孩子的父亲母亲守护大才有的他们。我们不求这个社会要对我们如何，只想受到些正常的眼光看待。年轻人有好有坏，老年人也会有好有坏，这不应该被扩大化。我只希望他们不要一棒子否定我们这个群体。大多数的老人都是希望我们华夏越来越好的。这位在战争年代，在100万之敌面前都未曾掉过一滴泪的人，干瘪的眼角下流下热泪。这个年轻的主持人叫什么名字？老人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老人身旁，他的儿子半蹲在地上，一边给老人擦着泪，一边郑重道：江毅，他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老人热泪盈眶道。画面之中，嬴政听到江毅的话，不由叹道：好一句容我华夏之少年强。江毅，来！嬴政走到江毅身旁，抓起江毅的手，带他一同来到了伏案边上。江毅从嬴政对面站到了他的边上。现在你告诉朕，华夏后世为何不够强？嬴政紧盯着画面中的一切，十分关切地问道。江毅回道：因为我华夏虽在崛起，但仍在复兴之路。华夏文明自始皇起，从秦时到明时，皆有傲立世界之时。大秦金戈铁马，当世无敌；大汉逐鹿外域，横扫天下；大唐万王之王，为世界主；大宋富有四海，财力无双；大明炮城所至，皆为民土。如今我华夏民族宁一，虽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但仍受到诸国忌惮制衡。这是因为诸国惧我华夏，
据我华夏拥有千年之底蕴，秦汉唐后一只雄风。江毅心念一动，画面一转，出现了大秦诸将在始皇统御之下一统六国，大汉双臂金戈铁马破匈奴，大唐之时万国来朝，俯首称臣的场景。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让始皇帝看得扬眉吐气，直呼痛快。华夏虽然历经风霜，但我们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复兴，终有一日，我们还将雄于世界，拥有比唐时更盛的影响力。嬴政听后慷慨激昂道：“这还得看我华夏后世之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嘛！”哈哈哈！嬴政在平台宫中放声大笑道：“六啊，始皇帝也学会我们现代的话了，哈哈，他这是在借机激励我们吗？这句话现在可是始皇帝认证哦，我华夏的少年们还不快加油努力？那是必须的，听始皇帝的准没错。不知道为何，这时候的始皇帝竟然有些亲切，我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爷爷一样。始皇虽是千古一帝，但也是我们的先人。”看到江毅和始皇帝在平台宫中的互动，沈万荣和陈导直到现在依然满脸的难以置信。从江毅刚拿到节目的设计稿到今天也才3天不到3天的时间里，江毅竟然做的比设计稿上的还要好几十倍，仿佛这个节目天生就是为他而生一样，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陈导，你老实说，你有没有给江毅开过小灶？沈万荣叹为观止的拍了拍陈导的肩膀。开小灶？陈导瞪大眼睛，一脸懵逼。对啊，设计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还跟江毅通过气了？其实就算通过气也没什么，台里不会责怪你的，毕竟典藏华夏现在可是火得一塌糊涂，我还是很高兴的。沈万荣盯着陈导的眼神，那意思就是你休想骗我。陈导吓得把腰杆往后挺了挺，连连摆手：“不是我，不是我，我特么信你个鬼！”陈导内心吐槽道：“别说我没开小灶，就算开了也不能告诉你啊！成年人的场面话，谁当真谁就输了。难道江毅真的这么天才？”沈万荣越想越觉得匪夷所思。别的不说，光就这2期的皇帝演员，演起太宗皇帝和始皇帝来说，不说入木3分，那简直就跟皇帝本人一样。江毅是如何短时间找到这样的人才的？现在多少皇帝专业户都演不出这样的感觉。陈导没有回答。你问我，我问谁？还有江毅的开场和穿越特效，以及紫宸殿和平台宫的布景，不是顶级的特效团队根本不可能实现。要知道，这是直播呀，要在直播的瞬间做出特效，这难度堪比史诗级科幻电影了吧？哪怕江毅现在就算告诉我制作这2期的节目花了几个亿，我都信。沈万荣做了10几年台长，眼力何其独到。沉思了一会之后，他像是想通什么似的点了点头。知道了，我知道了。您知道什么了？陈导好奇地凑近了沈万荣。沈万荣猛拍靠椅，像是破了什么惊天奇案似的恍若大悟。江毅身后一定有高人，这个高人帮他请了最好的特效团队，甚至帮他请了最好的历史顾问，而且还投资了江毅，不然江毅怎么可能做到这些？没错，一定是这样。沈万荣一副我什么都懂的表情。陈导瞬间无语，跟看傻子一样的看向他，还以为他真发现什么了呢。这不就跟说了一场凶杀案有凶手是一个道理吗？还用人去发现？傻子都知道好吧。嗨，台长，我们还是一起看节目吧。节目只剩下20分钟了，不知道江毅接下来会和始皇帝做些什么。陈导赶紧转移话题，二人继续看起了典藏华夏。与此同时，在平台宫中，嬴政看向江毅，忽然像是想起什么。江毅，朕还有疑问。江毅侧头，始皇何问？朕想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人能够长生？嬴政嗨嗨2声，有些期望地看向江毅。江毅知道，这大概是始皇帝现在最想知道的事情。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晚年始皇帝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又是寻遍天下方士，又是驱炉炼丹，再就是派徐福等人出海寻药。时至今日，长生不老药和徐福都杳无音讯，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长生，已经彻底成为他的心结。江毅如实说道：“回始皇，后世不乏寻求长生之术的帝王，但每个都是功败垂成，有的甚至晚节不保。华夏上下2000年来，无人实现过长生，如此吗？”嬴政叹了口气，眼神晦暗些许，深知自己大限将至，但华夏史上有人却做到了比长生更有价值、功垂万古的基业。嬴政剑眉微挑，眼珠不由瞪大。何人？他做了何事？始皇且看。江毅右手一挥，挂着大秦地图的案板上再次泛起涟漪，生成了一个又一个场景。一座恢宏无比的宫殿出现，这是咸阳宫。嬴政一眼认出，画面中一个中年男人身穿黑色龙袍，腰佩秦皇剑，屹立在咸阳宫外，虎视天下。男人剑眉星目，气吞万里，一举一动哪怕只是平静无比的眼神，都让人胆战心惊。宫阶之下是大秦的文武百官和黑压压的一片，数以万计的秦锐士。秦锐士们个个面色冷峻，不需刻意显露，只往那一站，每个人身上都杀气腾腾。他们个个抬头挺胸，看着宫阶之上那一个被他们敬如神奇的帝王。这是一场比历朝历代登基大典还要盛大，还要充满意义的仪式。这一年，这个年仅39岁的男人统一了6国。臣等参见王上，臣等拜见王上，臣等拜见王上。秦锐士手持万把秦戈敲击地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百官俯首，万军面圣，只为一睹他们的王。秦王嬴政站在宫阶之上，拔出王剑，剑指天下，令道：从今以后，尔等要称朕为始皇帝。臣等拜见始皇帝，臣等拜见始皇帝，臣等拜见始皇帝。声声呐喊，响彻寰宇，气势之宏，声音之嘹亮，仿佛让咸阳宫为之一颤。秦王，不是秦皇嬴政，他俯瞰天下，
浩然道：“朕统六国，天下归一，筑长城以镇九州龙脉，为我大秦，护我社稷。即日起，朕以始皇之名在此立誓，朕在当守土开疆，扫平四夷，定我大秦万世之基。朕王亦将身化龙魂，佑我华夏永世不衰。”嬴政直剑向天，剑眉横起。此事日月为证，天地共鉴，仙魔鬼神共听之。虽只一人，但那声音却如同惊雷炸响，响彻在每一个大秦子民的心中。这一刻，更响彻在华夏后世亿万人耳中。这才是我华夏的千古第一帝，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始皇帝啊！始皇帝年轻时也太威武霸气了吧！我本以为这段话只是营销号上乱说呢，没想到始皇帝竟然真的说过这话。秦王扫陆河，虎视和雄哉，今日我总算是亲眼一见。不管是中年始皇还是老年始皇，这个演员演的也太到位了，竟然两个阶段的始皇都能驾驭得住。直播间中忽然又有人叹气道：“哎，别说了，我每次看都以为见到的是真始皇，但突然想起是节目的时候，心里就跟失恋了一样啊！要是大秦剧找他和江神当主演，我就算是超前点播也乐意。哈哈，江神要是做跨界影帝，我绝对第一个支持。要是江神和年轻时期的始皇帝对话，会发生什么呢？要是那样的话，我估计在谈论其他皇帝的时候，始皇帝就会说他们都是垃圾了。妈呀！我又想看20年后的太宗皇帝，又想看10几年前的始皇帝，这也太花心了吧！”观众们争先恐后的热议道。江毅也是第一次听始皇亲口说出这话，内心的震撼难以言喻。不过作为一个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他并不会将心中的情绪放在脸上。晚年嬴政见到年轻的自己，内心更是感慨万千，不由想起自己年轻时指挥秦瑞士一统六国，剑锋所指，军事皆换大风的场景。风，大风！嬴政砰的一声拔出殿上长剑，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他手持秦皇剑，虽面色苍白，但眼神和周身散发的气势依然是杀气凛然。平台宫外，呼呼的风声响起，雨点噼里啪啦的击打在殿檐，大风微扬起始皇帝的袖袍。始皇帝一人一剑，号立于大殿之上，凝视着年轻时的自己和无数年轻的大秦瑞士，似乎仍然沉浸其中。江毅在始皇帝右侧后方，看着这位帝皇的背影，倍显估摸。再看了眼殿上那些被他禁止的赵高、李斯、胡亥，忽然有些理解为什么始皇帝会怀念年轻的时候。他本以为十分忠诚的下属，却在自己死后出卖了他和大秦，如何不倍感孤独？你说的那个功垂万骨的人就是朕吧？晚年嬴政目视着年轻时横扫天下的自己，脸上却看不出有多少开心。江毅点头，没错，是始皇您奠定了华夏万世之基。您虽未长生，但即便是1000年后的华夏，依然人人尊您为千古一帝。您躺着的地方，传言日月通明，万盏鲛人灯火。死后2000年，依然水银驱官，带领大秦之瑞士镇九州龙脉。您在我辈心中是万世之始皇，华夏之祖龙。可是，一个奠定了万世之基的人，竟然被自己认为最忠诚的人出卖。嬴政有些迟疑，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嬴政在平台宫中左右踱步，想想年轻时的自己何等意气风发，结果死后，一个个口口声声喊着效忠皇帝的人，却毁了皇帝的基业。看向在大殿两边一动不动的李斯、胡亥、赵高，他真想一剑下去把他们全部杀光。始皇，您若是杀了他们，并不会改变晚辈所在后世的走向，只会产生一个新时空。江毅并不打算隐瞒始皇这点，他看着这三人也气，明明王炸4个2的牌，硬生生被3个人玩废，断送大秦江山。他本以为始皇帝会和李世民一样，得知这点就会迫不及待的想要改变未来，却见始皇帝好像并没有要杀人的想法。可是朕已经老了。嬴政脸上的杀意退散，朕不能轻易改变华夏历史，即便如你所说会出现新的时空，若是朕再年轻个10年，亦或还能有10年寿命，必会杀了他们，带领我大秦帝国横扫世界，万世不倒。恨天不假年，朕无法保证杀了他们之后，大秦天下会如何。嬴政把秦皇剑缓缓收入剑鞘，朕觉得后世挺不错的，所以朕不会改变它。朕要朕这个时空也要有像你这样的后世。比起在死前创造一个不可预料的后世，朕更喜欢有你，有那些扶贫儿女、护国儿郎，有那些愿意带着外域技术和知识回来报效华夏，愿意彼此互帮互助的后世。朕坚信有这样的后世，我华夏子民定会生生不息，定会傲立于九州。为此，朕绝不改这段历史。砰！秦皇剑彻底归鞘。嬴政的话一字一句响彻在平台宫中，通过典藏华夏，跨越千年，传递到了每一个观众的耳畔。呜呜，泪目了。没想到始皇帝这么相信我们，为了让自己的时空有我们这样的后世，向来杀伐果断的始皇帝竟然放过出卖他的篡国之臣，这是何等的取舍和大爱！我已经沉浸在这震撼中走不出来了。这节目太上头了，何止是上头，简直是让人欲罢不能。上一秒能让我们热血沸腾，下一秒就能让我们哭。我特么血压飙升的同时，卫生纸还用掉了1卷。直播间画面之前，无数的观众眼角含泪，被始皇帝的抉择感动，迟迟没有从他的话中走出。足足沉寂了1分钟后，忽然有弹幕说道：“我真的觉得江神这个节目不会是真的穿越吧？始皇帝给我的感觉，那就不像是演出来的，真的像是先人在交代我们后世。”楼上，当你这么想的时候，说明这个节目做得很成功。是啊，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人能够穿越呢？只能说我们的江神太牛逼了。哎，说实话，有时候我还真希望江神能够穿越，带我们亲自去看看先人。许多观众都叹了口气。画面之中，江毅并不知道观众们的想法，他和他们一样，
都被始皇帝的话感染到了。大概谁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横扫天下的帝王，竟然会放过篡国之臣。始皇能够成为后世公认的千古一帝，大概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他从来不在乎当世骂名，只在乎华夏统一基业能否长久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修长城、修渠、修驰道，南征百越，北破匈奴。要真是昏暴之君，谁他妈吃饱饭没事干，让自己又累又挨骂。见到嬴政为了后世连篡国之臣都可以放过，不管是江毅还是后世的观众们，都对他有了一个更深刻印象。江毅面向始皇郑重拱手，行抱拳礼道：“始皇千古。”呵呵，哪有什么千古，朕只不过时日无多，做了不得不做的决定罢了。嬴政面色微红，似乎有些醉意，好像还是对长生有点执念，又好像已经放下了。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位皇帝心底到底在想些什么。殿外的雨越下越大，此时在后世虽然只早上9点不到，但在大秦已经相当于是后世的晚上9点了。江毅心算了一下，他最多还能在大秦停留10分钟，时间不多了。始皇，晚辈也有一些问题要问您。见始皇帝好像没什么想说的了，江毅继续主导起节奏。他来见始皇帝，可不单单是回答始皇问题那么简单，有一些谜题，江毅觉得还是听始皇帝亲自解答更好。嬴政看向江毅，点头道：“问吧，始皇为什么不惜大量的人力去打造兵马俑？”后世的说法是，始皇是为了统治阴阳两界，彰显自己的皇帝身份。江毅不疾不徐地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嬴政在大殿上踱步，摇头道：“后世并不完全对。朕身为皇帝，就算有千军万马陪葬于皇陵也无妨。依秦时之礼，是死如是生。但朕不愿牺牲大秦瑞士，他们都是大秦的功臣，没有他们便没有一统的天下。”江毅在一旁仔细听着，这个答案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后世也列出了这种可能。嬴政继续道：“但朕身为华夏第一帝，若是皇陵平平无奇，岂不是会让后世之人受到外族耻笑？所以朕才想，即便自己真的会死，也应当给后世留下一道古迹，这样待有朝一日兵马俑重现天日之时，世界就会震撼我华夏之强。朕就是要用兵马俑和皇陵告诫天下一族，华夏后世强也好，弱也好，朕虽死，但魂犹在，秦瑞士仍在。谁敢动华夏，朕纵在九泉之下，也要绝其族脉，灭其根。”此话一出，直播间的观众们全都哗然。天哪，这才是始皇帝建造兵马俑的真正原因吗？他连死后都在为我们后世考虑啊！兵马俑面世的时候，确实让我们华夏多了一道震惊世界的奇迹，而这道奇迹竟是始皇帝千年之前就想着留给我们后代的。想想要是我华夏第一帝，那陵墓逼格不够的话，那些外族会怎般嘲笑？他们会笑我们华夏的强大底蕴不过是自吹自擂。可是当兵马俑出现的时候，打了多少外族的脸？始皇帝纵死也想着护卫我们华夏后世，护卫我们民族万世不衰。始皇千古，始皇千古！观众们被始皇帝的话再次感动到了。而与此同时，国台大厦中，秦汉明老爷子激动地站了起来。惊喜！江毅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他向世人展现了秦始皇建造兵马俑的另一面。所有研究的人都在想着，始皇帝当时是为了自己殉葬，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为了一统阴阳两界，却没有想过这可能是始皇帝想要给我们后代的一个守护和自信。秦汉明忍不住赞叹道：“这是我们华夏的千古一帝，在2000年前就计划好要留给我们后世的瑰宝，典藏华夏，真是一个有深度的节目。”江毅大才，这位经历过无数风雨，研究过无数震撼古物，本是泰山崩于前而面色不改的华夏历史研究院的国宝级存在，对江毅产生了无穷的好奇和欣赏。沈台长，这一期节目结束之后，我想和江毅见一面。秦汉明看向沈万荣，我有一些想法要和他交流。和他一样被刷新了认知的沈万荣回过神来，疯狂点头。老爷子放心，等节目结束之后，我马上让江毅过来。不，节目结束之后，让他好好休息一个上午。秦汉明果断摆手，瞥了眼沈万荣，有些不满意的说道：“沈台长，年轻人还是需要多多休息的。”老爷子考虑的是。沈万荣心道：“你是国宝，你说什么都对。”与此同时，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始皇帝关于兵马俑的回答被剪辑到了网上。各大平台一看，哦豁，典藏华夏又有视频了，当场就是一条龙推荐。很快，这些视频就被推上了各个平台的热搜。关于兵马俑不为人知的秘密，且看典藏华夏。震惊！典藏华夏又双若琢震撼了世界。原来兵马俑竟是绝其族脉，灭其根。说出这话的皇帝竟然是……网络上典藏华夏第2期持续发酵，各大关于江毅和始皇帝的视频下都掀起了一条条热议。卧槽，这始皇帝说话也太霸气了！你们说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第1期的视频我看过点，当时就觉得李世民的演员跟真皇帝一样，这第2期的演员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和他们比起来，还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是皇帝专业户？总之我觉得典藏华夏这个落点真的是绝了，不知道编剧是谁，这台词设计无敌了，主持人选的也好，这得多厉害的团队才能打造出这样一个节目。始皇帝真的太 man 太有爱了，主持人更是又 man 又帅还有才。我的天，我竟然今天才刷到典藏华夏，在线求主持人欧巴的联系方式。楼上节目还在播着呢，你还在这海底捞？越来越多的观众疯狂挤入直播间，后台主管目瞪口呆地望着沈万荣说道：“台长，节目实时在线人数已经突破2个亿了，让后台工作人员多注意，绝对不能因为服务器让直播出现任何差错。”沈万荣当机立断。是。后台主管不敢怠慢，心想
江毅真是神了，这是要给台里创造多少奇迹？画面之中，听到始皇帝的回答，江毅内心更多了几分敬佩。他不卑不亢地继续道：“请问始皇可有话想对后世言？”嬴政沉默片刻之后，忽然想起江毅说过后世过得并不是很好，后世还在复兴之路，于是便说道：“朕还未出生便被父亲抛弃，2岁就跟着母亲逃亡，数次九死一生，母亲更是要情人，不要我，无人可以一帆风顺，即便是他们奉为的千古一帝。朕要你告诉后世，大秦从一个贫瘠受其他6国欺凌的小国，成长为第1大国，分了6世之列。”嬴政嗨嗨2声，靠在了案几上，身子好像有些无力，但语气格外坚定。复兴之路并非1日之功，朕希望他们仍有我秦朝后裔之热血，对内团结一心，强国兴民；对外若和，则扬我华夏之名，以大国姿态，恩威并施；若战，则血不流干，死不休战。江毅站在嬴政面前等了一会，见嬴政没再说话之后，这才徐徐开口：“请始皇放心，晚辈一定将此话带给后世。”嬴政的一席话惊呆了所有在看这场直播的观众。始皇帝真是一针见血啊！是的，想想大秦的发展，可不就是一场血泪史吗？始皇帝希望我后世能够厚积薄发，经得起风雨啊！血不流干，死不休战。我们的祖先和先辈为了华夏，一直都是如此的。请始皇放心，华夏儿女不会丢了气节。画面之中，始皇帝倚在伏案上，一只手撑着头，看起来眼皮重重的，十分疲惫。朕有些想历代先王了，若没有他们，便无大秦。直播前的观众们边看边发着弹幕，呜呜，好心疼始皇帝啊！是啊，始皇帝为了我们华夏操了太多心了。他明明只是一个人，却做了超越人的事情，只为了让我们华夏后世能够在今天这个世界多一点尊严。他即便身死，也想着用他的余威帮我们震慑外族，震撼世界。而且他还做到了。他生前一统华夏，死后巡视9州，为我华夏开万世之太平。你们这些小年轻都要给我记住，始皇帝对你们说的话，你们不能看看就过去了，要铭记和践行下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辈当自强。听到始皇帝建造兵马俑的原因，看到始皇帝都这么痛苦了，还操心着华夏后世，无论男女老幼，骨子里面的热血都被激发。许多人都含着泪看向这一个年仅49岁的皇帝。若不是为了让华夏不受外族欺负，为了百姓能够过得更好一些，不再深陷战火的话，他应该还可以活得更久更轻松吧。他这短短的一生，为了当代和后世都太操劳了。平台宫中，嬴政的咳嗽声越来越剧烈，宫外的雨也越下越大，轰隆隆的雷声响彻在天地之间，闪电照亮了他和江毅的脸。嬴政坐于伏案上，江毅站在殿前，二人的脸色都坚毅无比。朕大限将至了吧？嬴政撇嘴一笑，朕这功绩可以无愧6代先王，无愧华夏后世了吧？江毅听到无愧6代先王4个字，脑海中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新获得的系统功能还没试过吧？后世2000年的观众们全都屏住了呼吸，生怕嬴政死去，面露不忍之色，心绪紧绷，心脏像是要砰砰跳出来一样。秦汉明老爷子坐在观影室中，涕泪纵横。无数的大秦和始皇仰慕者都咬紧牙关，希望始皇帝能够坚持下去。他们都忘记了这只是一场直播，他们只知道在他们眼中的这个人就是那个为了华夏操碎心的帝王，是华夏5000年史上最充满光辉的一个帝王。不要不要！观众们下意识地对着直播屏幕，双目紧盯着始皇帝，十分急迫地喃喃着。忽然直播间里响起了一阵十分雄浑的声音：昔我妙公自齐雍之间，修得兴武，东平靖乱，以和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至博，诸侯必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那声音响彻在平阳宫中，嬴政不知道那声音是谁发出，但只听到一句内容，他的目色中便再次透露出惊芒。这是我大秦的先祖秦孝公的求贤令啊！嬴政激动不已的起身，他神色肃穆，站在殿上，脸上血色翻涌，热血沸腾，和那声音几乎是同步念到惠王者立，造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魏皇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悲情，丑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图治岳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长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其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先祖，这是先祖孝公的声音吗？嬴政在大殿上左顾右盼，却不知声音来自何处。始皇何不看看大秦6世之列？江毅穿着一身中山装，傲立在平阳宫中，他身后大雨倾盆，狂雷阵阵，电光时不时照耀他和嬴政2人。他气宇轩昂，表情平淡，一步步走向嬴政。他的身后忽然有无数的金光发散，如同绽放的花火，金光四散开来，形成了一个如同电影院荧幕般的巨大光圈。光圈之中，那个王者的身形越来越清晰。嬴政原本灰暗的神色中闪烁出金光，紧盯着光圈中的画面，他拳头握起，呼吸越来越急促。2000年后的现代，所有的观众几乎都血脉喷张，被江毅的话震得大脑嗡嗡作响。什么？江神说什么？他要带我们和始皇一起重温6世之列？天哪！我本以为直播差不多了，没想到江神竟然要带我们一睹6世之列，典藏华夏，真是让人少看1秒都觉得亏的节目。哈哈哈！那我们岂不是看到秦孝公、秦惠文王等大秦6世王君了？不过据说典藏华夏目前只播1个小时，只剩下10分钟了，江神还来得及吗？楼上
你怕是对江神的控场和控时能力一无所知。你以为江神的名号是怎么来的？那是我们观众敬佩出来的。且看我大秦六世之烈，且看我江神控场之能。一瞬之间，江毅的话燃爆了整个直播间，所有人都开始期待，当始皇帝见到历代先王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江毅又会如何利用这10分钟，把节目做到尽善尽美？国台大厦观影室中，秦汉明老爷子的泪水仍然挂在脸颊上，他完全沉浸在始皇帝的话语中，被始皇帝的个人魅力折服。本来他也以为节目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看点，就不会再有下一个了。毕竟这个节目目前只有1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可不是看什么3小时的长电影。却没想到江毅这时候竟然突然来了句要带始皇帝去看六世之烈，这就被有看头了。要带始皇帝去看六世之烈的话，那我岂不是可以看到秦孝公挽大秦于危难之间，看秦惠文王时期的纵横之术，秦昭襄王时期的白起？江毅的一句话让这老爷子原本快要沉静下来的心再次陷入到激情和好奇之中。他太想看看在江毅打造的典藏华夏中，六世之君是个怎样的人物了。他紧盯屏幕，仰头看向正在走向秦始皇的江毅。江毅身后那金圈已经成型，里面的画面越来越清晰。紧接着老爷子忽然眉头一挑，恍然大悟，这小子哪里是要单纯的对话秦始皇，他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对话始皇帝，真正目的怕是要从对话始皇开始，带我们和始皇同观大秦七世雄风吧。心里刚刚冒出这个想法，秦汉明老爷子仿佛将一切都理顺了。但就是因为这个想法是突然冒出，所以他越思索越觉得可能性极大，越觉得江毅的布局真的天衣无缝。江毅这小子被观众叫做江神是有道理的，只是还剩下10分钟，时间来得及吗？秦汉明老爷子全神贯注地看向大屏幕，内心已经开始期待，当大秦六世之烈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会有怎样的震撼？看吧，看吧，待我们华夏后世一观大秦七世荣光。与此同时，画面之中，江毅站在嬴政边上，转身和嬴政一同看向店门口那金圈中出现的画面。见嬴政似乎有些不知道自己要看什么，江毅淡然上前说道：“大秦兴从何时？晚辈认为当从孝公时。秦孝公时的大秦国力贫弱，六国甚至将秦国当成了一块炊饼，竟然合起伙来要化土而分，完全不把大秦当成一回事。”江毅阔步上前，那金圈如同被撕裂了一般，呈现出了一个仿佛真实存在的时空。这是他从系统那新获得的，从时空之中开辟一个新时空的能力。也就是说，现在江毅是在带着始皇帝和后世，在平阳宫的时空中看一个正在实时运转的时空。加上系统升级之后，江毅只是随心造就出来的特效，都比最开始对话李世民时还要更胜一筹。站在平台宫中，遥遥望去，那一面金圈就如同时空之镜。江毅和嬴政站在这个时空，真实看着另一个时空正在发生的事情。江毅朗声道：“在那个时期，就是秦孝公力挽狂澜，颁布求贤令，用商鞅行变法，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大秦一跃成为强国。”江毅和嬴政的视角以及观众们的视角中，都出现了一个拥挤的大殿，在这殿上站着大秦的文武官员。此时秦国积弱已久，不光百姓穷，朝廷也是穷的叮当响，连做像样的议事的大殿都没有。秦孝公嬴渠梁和大臣们挤在殿中，看着众人说道：“各位觉得这样的求贤令如何？”老臣万万不敢苟同。一个白发老翁坚决反对道。坐在另一边的武将秦公子虔同样面露不悦：“蜀罗先祖，这也能够叫求贤令吗？这求贤令未免太苛责祖上了，岂不是说我们大秦几世先王都无作为？”面对众人的反对，秦孝公厉声怒斥道：“祖上犯错有什么不能说的？明明就是穷国弱邦，死要面子，空要尊严，是你们愿意入秦吗？求贤令就这么定了，马上布告天下。”直播间前，不少观众见到这一幕，都激动地跳了起来。这是秦孝公，一个力挽狂澜的男人，就是这一封求贤令为大秦招来了商鞅。商鞅和秦孝公就好像是天生要来匡扶大秦的一样，牛逼啊！这角度切换和特效也太完美了。是哪里来的顶尖团队？不得不说，孝公就是霸气，他就是要下猛药救秦国，谁敢反对？要不是他的话，恐怕战国还得延长数百年。观众大呼痛快，在那个时代，敢于当着本国和六国的面痛斥先祖不作为的王，是何等的魄力？那是先祖孝公吗？朕竟然能够在临死前看到孝公先祖。嬴政向着画面中的孝公以情礼敬道，将一只手一挥，将这个时空散去，呈现出了另一个时空。君上要想变法，还需要具备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大秦议事殿中燃着几盏烛台，一个白衣男子看着秦孝公说道：“商鞅来了，这是商鞅，哈哈，这是大魏国给大秦输送的人才，大秦要起来了，兄弟们，让那些狗屁六国竟然化土分秦，且看我商鞅变法，和孝公一起扭转大秦乾坤。”观众们都激动不已，一点也不觉得时间过得慢。什么条件？秦孝公问道。商鞅站在殿上正色道：“需要君上对变法大臣深信不疑。”秦孝公徘徊殿上片刻，神色坚毅道：“嬴渠梁终生不负未央，君上呕心沥血，未央披肝沥胆。”秦殿之上，一君一臣开始了变法之路。画面再次一转，直接就是几年后的河西大战。在商鞅变法和秦孝公的励精图治之下，大秦终于具备了霸主大魏交战的能力。商鞅带领一批军容严整、杀气腾腾的大秦将士和大魏铁军对峙在了一起。这批大秦将士和大秦之前以及六国所有的军队都不同，他们的眼中没有畏惧，个个如狼似虎，
气宇轩昂。他们看着对方的人头，那就是在看高官厚禄。秦国新君，那是我秦国新君！直播间的观众们激动得血脉喷张，眼珠子瞪得斗大。与之一战，让大魏王知道我大秦崛起了。哼，在魏国面前，秦国新君是强悍的大敌，而在我们大秦新君面前，魏军那就是妥妥的军功。大魏不是一直想灭秦国吗？现在就让他们知道，我大秦新君即将无敌于世界。大量的观众不禁攥紧拳头，仿佛自己亲临战场，即将雪耻一般。而与此同时，战场上突然响起了阵阵杀声，大秦新军动了。画面之中，杀杀！河西关外的平原之上，鸟兽飞绝，风声鹤唳。大秦新军和大魏军队几乎是同时开始冲阵。大秦新军骑于烈马之上，手握长刀，向魏军主动展开攻击。他们的速度很快，杀声震天，光是气势都让河西守军畏战先怯。双方人马交战在一起，大秦新军光是大刀就比魏军的还要长，魏军的武器还碰不到秦军，就被秦军掌刀斩落马下。原本攻无不克的大魏铁军，此时就如同退潮海水一般，被打得节节败退。大秦新军势如破竹，杀魏军就跟烹牛宰羊一样，不断展开追击，如群虎猎食群羊。杀！退出河西。大秦新军所到之处，声势滔天，片甲不留。大魏铁军不到一刻的功夫，就被打得四散溃逃。在大秦新军面前，他们提不起一丝战意，任谁都没有想到，隐忍多年的大秦竟然培养出了这么强大的军队。跑啊跑啊，这些都是鬼啊鬼！大魏军人们死都没有想到，自己征战沙场那么多年，竟然会这么不堪一击。大秦真的要崛起了？他们光从刚才的攻势就看出来了，自己国家的军人都在忙着逃命，而大秦军队却全都是在抢着杀人。这不是鬼是什么？大秦新军很快便结束了战斗，开始清点各自的人头，那些都是他们的军功、俸禄、爵位。战场上所有参战的魏军无一幸免的死亡。大魏河西固阳的守军见到这一幕，吓得立即投降。大秦终于在时隔多年之后收回了部分河西土地。一战定乾坤，一战让诸国开始重视大秦，也就是这一战让战国格局发生变化。那些一直都小瞧秦国的国家，瞬间开始警惕起这个突然强大的秦国。这一幕不仅震慑了魏军，更震慑了后世2000多年后正在观看这场直播的观众。刚才直播间的画面可切换了不少大秦新军击杀魏军的名场面，那画面呈现在直播间中，不亚于观众们在看一部3D 电影。不少观众都感觉到脖梗微微发凉，心跳砰砰加速，而那些胆子大点的观众则个个直呼痛快。杀得漂亮，就该如此！我大秦威武啊，孝公威武，商鞅威武。自此一战，看6国谁敢小瞧我们大秦。姜义屹立于平阳宫中，他沉稳厚重的声音响起。在我看来，大秦真正开始崛起，自孝公始。孝公力排众议，厉行变法，重用商鞅，练新军，建县制，开阡陌，为大秦奠定了统一6国的基础，为第一世之列。姜义身旁，嬴政早已将拳头握得紧紧，他激动地看着姜义，连声道：“给朕看，朕还想看。”姜义挥了挥手，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孔，这是秦惠文王嬴驷。他在位期间任用张仪，用连横破合纵，强秦复明，成为大秦第1个君王。姜义的话不是说给嬴政听的，在嬴政面前说大秦王族的发展史，就算是秦汉明在这，那也是班门弄斧。只是姜义知道，嬴政知道，秦汉明也知道，但在直播间里还有数以亿计的观众，他们有的知道，但有的必然不清楚。作为国家台的主持人，姜义认为自己有必要稍微介绍一下，这在他看来就是典藏华夏的另一个意义，让后世知晓他们原本可能不清楚的事情，让他们知晓华夏文明到底有多璀璨。话音落下，从没听说过嬴驷之名的观众们瞬间好奇起来。秦惠文王嬴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是啊，要不是江神告诉我们，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些。知道的观众们则纷纷耐心地说道：“楼上的不要慌，江神不是解释得很清楚了吗？这可是大秦的第1个君王，是秦孝公之子，还被商鞅之法流放过呢。就是不知道江神会带我们看哪一个时期的嬴驷。你们说，江神会不会是要带我们看秦惠文王用连横破合纵？看连横的话，时间上肯定来不及。我觉得他可能带我们看大秦扫一渠，争巴蜀。”就在所有人都好奇姜义会让大家看嬴驷哪一个时期的时候，国台大厦观影室中，秦汉明老爷子看到画面越来越清晰，看到那一片高台的时候，瞬间反应了过来，这是龙门。姜义要带我们看的是嬴驷龙门称王的场面。画面之中，秦惠文王嬴驷在6国国君的注视下踏上了王台。与此同时，姜义的话音响起。公元前324年，秦军嬴驷在龙门称王，成为秦惠文王。他在位期间扫一渠，灭巴蜀，让大秦少了一渠之患，并拥有了蜀地之粮，为大秦东出打下坚实的基础。龙门称王是这位君王在昭告天下，秦不守关，秦要东出，故秦惠文王之列在于扫一渠，灭巴蜀，称王龙门，打通了大秦东出之路。至此，大秦帝国开始开疆扩土。姜义之手一挥，画面再次转换，这次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个看起来雄武不凡的君王。哪位告诉我，这又是哪位皇帝呢？有些观众们不解。热爱秦史的观众们秒答道：哈哈，我就知道有人会问这个问题。这是秦武王，名字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叫做嬴荡。他在位3年，平定巴蜀叛乱，并且占领了东出要道，最后举鼎而亡，只活了22周岁。
哦，这么说来，他的功绩也不怎么样嘛。依我看，没什么好说的吧？我觉得也是。以大秦的战力平定巴蜀叛乱，不是很轻松吗？这不过是沾了前2任君王的光。有些观众纷纷质疑道，认为秦武王根本没有哪里烈的地方。所谓的奋六世之于烈，该不会就是个夸大词吧？一些观众不由嗤之以鼻。那些知道些秦史的观众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事实上，他们也觉得秦武王在位时间太短了，好像没什么烈的地方。江神这一步棋不会走错了吧？或许他根本就不应该带我们看秦武王。还是赶紧跳过吧。让我们看看超长待机的秦昭襄王，看看杀神白起啊！观众们有些心浮气躁了。要说秦昭襄王，可能有人不认识，但要是说起白起，此时直播间里大量的观众们都开始热议起来，强烈要求马上看秦昭襄王时期。就在这时，江毅的声音庄严响起：秦武王，一个在位3年，如同流星般一闪即逝的存在。这个君王因为举鼎而亡，后世大多非议，认为这个人空有一腔武力，缺乏谋略。江毅站在嬴政身边，看似是在自语，其实是在跟观众们交谈。但嬴政听了，却是没等江毅继续说下去，义愤填膺地说道：后世大多误解先祖了。始皇请说。江毅就知道嬴政的性子肯定忍不住后世这么吐槽先人，而且在他看来，历史书乃至于各大史书典籍上怎么说都无关紧要，你记载的再多，还能有人家始皇亲自说得更清楚。先祖举鼎并非争强好胜，当时6国之君虽然惧秦，但内心仍然比夷我大秦，视大秦为虎狼之国，且出身不如6国国君，对我大秦依然不敬。先祖举鼎就是要以秦王的身份撼动天子权威，彰显我秦国当时之强。虽然失败了，但先祖成功撼动了鼎，证明天子权威并非不可撼动。嬴政字字句句都铿锵有力，声音响彻在平阳宫中，经久不息。江毅想说的和嬴政大多无异。鼎在古代本就是显贵、尊贵、盛大的象征，秦武王怎么可能吃饱饭没事干，单纯为了跟人比赛就去举鼎？先祖的行为虽然导致身死，但他让我们后辈更多了一统天下之志。说这话的时候，嬴政的声音格外坚定，甚至带着些怒意，大概是觉得后世不理解先祖。江毅补充道：所以晚辈认为大秦第3烈便是武王举鼎。武王举鼎虽死犹荣，更有了之后秦昭襄王将8鼎运至秦国。原来是这样，观众们瞬间明悟。照江神和始皇的说法，秦武王确实当得起第3烈。是的，秦武王看来也是个狠人，长知识了。继续，快给我们看秦昭襄王吧。对的，我已经开始期待杀神白起了。没等嬴政多说，也不知道直播间的观众们此时在想什么。江毅时刻掌控着节奏，将画面调到了下一个皇帝——超长待机王，大秦第4君王秦昭襄王嬴稷，在位56年。不过江毅并没有第一时间让秦昭襄王出现，他拥有丰富的主持经验和对秦史的了解。如果他是观众的话，他觉得这个时候他一定会更先想看看那个人——华夏杀神，身经百战，未尝一败的大秦武安君人屠白起。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看起来河谷开阔，实际出口极少的地区。当看到这个地形的时候，秦汉明老爷子激动地站了起来。长平，这是长平？难道江毅是要让我们看大秦的长平之战？秦汉明老爷子瞪大眼睛，呼吸急促无比。一旁沈万荣看了，迅速跟着秦汉明站起来，时刻盯着他的状态，生怕老爷子出了意外。放心吧，老爷子，不可能是长平之战的。之前打算让沈杰主持典藏华夏的更年期女台长江博雅轻笑着说道：要知道秦军和赵军在长平打的时候，光是赵军就约有45万，秦军更是有50万左右。江毅是不可能找到那么多群演的，95万人，每人1天100，都要9500万，而台里只给了5000万的资金，这根本不是他可以做到的。江博雅阴阳怪气的，话里话外都对江毅充满讽刺。然而秦汉明听后却好像是捕捉到了什么，看来江毅要做这个节目应该很缺钱吧？若是自己可以投资一手的话，到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典藏华夏，让华夏文化更为大众所知？秦汉明嘴角扬起一丝笑意，他本来对江博雅还不感冒，现在看来还得多亏这个女的阴阳怪气了。而与此同时，直播间也有些观众根据地势判断出了这里是长平。你问他们昭襄王做了什么，嬴稷又是谁，他们未必知道，但要是问他们谁是白起，基本上90%以上的男孩子都会知道这个人物，并脱口而出他的成名之战。妈妈呀，江神这是要带我们看战神白起虐赵军吗？绝了！我就知道江神肯定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的。哼，只要我们想要的，江神就会带我们看。今天又是爱江神的一天，江神，请带我们一起看看杀神白起吧。直播间里的热度突然高涨起来，而那些混在观众中从事新媒体和短视频的打工人也迅速锁定了一个新热点。和多数周六休息的人不同，因为得知今天典藏华夏开播，所以他们或是被公司安排加班，或是自己在家里紧盯着典藏华夏，为的就是寻找热点。看直播间里的弹幕突然间跟下暴雨一样，他们激动得不得了，立即拿出早就放在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开始噼里啪啦的在自己的后台敲击着键盘。典藏华夏正热播，江神带始皇一睹六世之列。他已经带始皇看过了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接下来要看的是在秦昭襄王时期出现了一个流传千古的战神，想看看他的成名一战吗？一切尽在典藏华夏。震惊，这个男人
他竟然穿越2000年前对话始皇，还在对话始皇的时候打开新时空，竟然要带我们看那个男人。凭武王之烈，看战神白起。本账号将随时更新典藏华夏的最新视频，敬请关注。开始了！江神正在直播那个千古杀神，一张又一张关于典藏华夏的帖子在网络上疯传。这个节目只在片刻之间就被更多的人关注到了。什么？对话始皇帝还要看战神白起，有点意思啊！请楼主给个链接吧。说话说一半，活该火不了。典藏华夏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我怀疑我才刚通网，快点给我个链接啊！兄弟们，我刚才搜了下典藏华夏的片段，卧槽，我爱了。随着这些帖子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江毅的直播间迅速又多了将近100万的观众。在突破了1万观众的前提下，竟然还能在节目的最后几分钟瞬间多出100万的观众，这在整个国家台都是闻所未闻。后台主管额头直冒冷汗，他觉得江毅实在是个变态，这也太他妈天才了。沈万荣更是觉得自己之前想要换掉江毅的想法真的是有眼无珠，鼠目寸光。这个在他看来影响不了世界的男人，此刻正在一次又一次的打破国家台有史以来的一项又一项记录。这样的人，自己之前竟然还看轻他，自己真特么是愚蠢至极。我决定了，以后典藏华夏这个节目，除非发生特大事故，否则永不换人。沈万荣当着所有高层的面拍板道。与此同时，平台宫中，不，确切的说是长平之战中，白起亲自指挥秦军在兵力近乎相等的情况下，奇迹般的包围了赵军。此时画面中呈现的就是秦军包围赵军之后，赵军已经投降的场景。那个时候正是夜晚，赵军们刚在赵括的命令下吃了一顿饱饭，现在正睡得昏沉。武安军白起身穿赤黑战铠，站在面前的高坑边上，漆黑的夜里，唯有一片月光照耀在他的脸上，显露出他坚毅无比的神色。看着处在地势低洼处的赵军，这位杀神的眼中没有一丝的怜悯，他把手搭在腰间剑上，只随意站在一处便让人胆战心惊。这是一个真正用眼神就能杀死人的存在。不过看这情况，白起好像对即将杀这40万人没什么感觉。江毅在嬴政旁看到这一幕，心中也是有些疑惑。他本以为白起会和影视剧中一样，在杀40万赵军的时候会有些不忍，或者说是被秦昭襄王逼的。但是现在看来，这白起哪里是被逼的，分明是真的想杀啊！江毅快速反应过来，想想也是合理的。白起是何许人？一生百战百胜，杀人无数，岂会在意这区40万吗？而且大秦以军功论决，白起手上染的血可以说比任何一个秦人都多，他杀人岂会犹豫？再加上坑杀了40万赵军之后，白起并没有任何忏悔或愧疚的意思，而是请昭襄王下令让他带兵继续攻打邯郸，趁胜灭赵。可见这位杀神是不在乎这40万人命的。之所以后期将相王不和，应该是秦昭襄王忌惮白起，白起心寒的缘故。这么一想，倒也说得通。一念及此，江毅对白起有了一个更深刻的定论：这家伙既是战神，也是名副其实的人屠。观众们看到白起的眼神，也都不禁打了个寒战，像在恐怖片中突然看到猛鬼的双眼一般。吓死我了！白起的眼神好凶啊！这就是战神白起吗？哪里找来的演员？这也太可怕了！他要是去演反派，我都怕他把主角打死。江神，你老实说，这是不是白起本起？我估计我晚上要做噩梦了。何止是晚上，我今天连午觉都不敢睡了。瞅着白起的态度，是自愿要杀这40万赵军的吧？我感觉我都不敢站在他边上，这简直是真的杀神。国台大厦中，秦汉明见到这一幕，颇为欣慰的点点头，这跟他研究的白起有点像。在他看来，以白起的心性和手段，是不会在意这40万人命的。所谓的卑鄙，大多是后人的阴谋论。在那种情况下，白起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要是怕背负骂名，就坐不上武安军的位置；他要是真的怕妻子不开心，就不会在杀了40万赵人之后，还主动请命攻打邯郸。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武安军白起都是一个绝对理性且杀伐果断，绝不会有妇人之仁的男人。看来江毅对白起的看法和我倒是不谋而合。秦汉明有些欣慰地笑道，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他已经渐渐将江毅打造的典藏华夏当成了自己的历史借鉴版。他已经会下意识地将自己所研究出来的知识和典藏华夏中的建筑、服装以及人物性格都做一个对比，而这一切他都当局者迷。唯有身旁那个一直在关注着自己爷爷的孙女，刚大学毕业的秦晶晶旁观者清。他美眸眨动，看了看自己爷爷，又看了看画面中的江毅，嫣红的嘴角微微扬起，荧幕上的光照在他洁白无瑕的脸颊上，任谁也不清楚此时这个女孩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而刚才还质疑江毅不可能找几10万群演来上演长平之战的姜伯雅，整个人脸色铁青，像是吃了炸药一样，眼神紧盯着江毅，下巴都抬上了天。杀！一阵低沉的命令响起，白起面不改色，看着秦军趁着降军熟睡潜入，让这些自以为可以保命的赵军死在了一场不存在的美梦中。与此同时，画面一转，江毅并没有给历史上白起真实屠人的血腥场景，他只是让观众们看一下真正的白起。若是观众们实在太想了解这位杀神的话，以后江毅会特别安排个一期也说不准，毕竟谁知道呢？啊，这就没了。不然呢？你以为江神会让我们看那种屠杀40万人的血腥场面吗？就是江神可心疼我们了。大家要是想看的话，我们到时候再给江神来个万人血书就好了。楼上你怕是对典藏华夏一无所知，真要想看一个人的话，我估计
我们直接就上一人血书了。观众们都对江毅的做法表示理解，毕竟他们也只是想看看武安君白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而不是看他具体怎么杀人。江毅总是能够恰到好处的找到他们关注的点。平台宫中，江毅清楚的看到嬴政在见到白起时眼神中的那种渴望，这眼神估计就跟曹操看到了关羽一样，恨不能为自己所用。画面中出现了大秦的第4世君王秦昭襄王，正午的阳光暴晒大地，时不时有微风袭来。秦昭襄王嬴稷随意拿着樽酒，坐在高台上，闲看风云，霸气侧漏在他正前方的两边，坐着一脸沮丧的6国之君。6国的合纵大军被秦军打败了，此时他们坐在这里，是来向嬴稷称臣的。在两边正中间的地面上，摊着一幅大秦和6国的地图。我赵国愿意向秦国称臣，我燕国愿意向秦国，等等。嬴稷居高临下，抬手俯视着6国国君，撇嘴一笑：各位，今日寡人赵尔等前来，是要告诉你们，回去好吃好喝，好好享受，毕竟你们时日不多了。昭襄王手拿秦爵，肆意地喝了几口，走到正前方，走到6国国君之间，脚踏中原地图，轻笑道：寡人不要你们称臣，因为寡人要灭6国，我大秦终将一统6国，尔等只需洗好脖子，待我秦军将士兵临城下即可。昭襄王漫